假如所有人都不能说谎，那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？男主所在的世界就是一个完全不能撒谎的世界。如果你长得很丑，那么他们就会很直白地讲出来。在这里是默认没有谎言存在的，而男主马克成为了第一个撒谎的人。马克是那种长相丑陋、穷困潦倒的穷屌丝。相亲的女神毫不避讳地说出了马克的所有缺点：长得不行，挣钱又少，鼻子更是丑得看不下去，自己不会和他睡觉，更不会接吻。马克听了这些话很是尴尬，因为对方说的都是实话。马克是个编剧，因为这个世界不能撒谎，所以在这里的剧本基本上就是在复述历史发生的事情，枯燥且乏味。马克上班的第一天就被炒了，因为他写的剧本太无聊了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女神发来了邮件：鉴于你的经济和长相，我觉得你配不上我。马克的生活一团糟，工作没了，女神没了，现在房东还催着他交800元的房租，可他整个账户只剩下了300元，根本不够交房租。马克无奈之下只能去银行，打算把所有的钱拿出来应急，但是银行的系统瘫痪了，不能显示账户余额。柜台询问马克要多少钱，这时马克突然灵光一现，有个想法告诉他取800元。他就跟鬼使神差一样跟着说了一句，这是他的第一次撒谎。马克紧张极了。柜台在查看马克的余额之后，发现他只有300元。银行误以为是系统出了问题，他还是给了马克800元。因为在这个世界没有人会说谎，所以柜台认为马克说的都是真的。第一次说谎让马克尝到了巨大的甜头，他开始意识到撒谎的技能能够给他带来巨大的好处。马克跟好友提及了此事，好友没听明白，马克只好给他演示。他对酒吧老板说自己是黑人，酒吧老板立马就相信了。接着马克又换了好几个身份，什么海盗、爱斯基摩人、驯兽师。无论马克说什么，老板和好友都会坚定不移地相信马克说的是真话。为了更好地演示自己的技能，马克带着好友来到了赌场。他作弊的技巧非常的简单，先随便下一个注，然后在答案揭晓之后，将所有人的注意力引向另一边，接着把之前下的注放到答案上，每个人都相信他之前下的就是这个数字。马克赚得盆满钵满，还用撒谎的技能帮助了无数的人，比如想要自杀的清洁工、路边乞讨的流浪汉，以及不停争吵的小情侣。生活在不停的变好，马克重拾了信心。在主动给女神打电话之后，通过撒谎，马克成功的约出了女神。他春风得意。在看到电视上枯燥的剧集之后，马克突发奇想，既然全世界只有自己可以撒谎，那自己为什么不编一部剧集出来呢？说干就干，马克连夜赶稿，写出了一个剧本。完成之后，他将咖啡泼洒在剧本上，故意作旧。接着他哄骗自己的老板，说他在无意中从箱子里发现了一个700年前的剧本。马克谎称上面绝对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。老板耐着性子听马克讲了一段，渐渐的，老板被里面的外星人震惊了。他打电话让所有的员工赶到办公室，听马克讲剧本里的故事。马克越说越离谱，什么忍者大战机器人恐龙，外星人和地球人通婚，各种荒诞离奇的故事从马克嘴里面讲了出来。所有人都聚精会神地听着，没有人会去怀疑故事的真实性。讲完故事之后，掌声雷动，公司立刻决定将整个剧本拍成电影。马克重新获得了老板的重用，事业顺风顺水。马克故技重施，开始和女神讲自己编出来的经历。女神很高兴，马克借机问起现在的自己既成功又富有，那么两人还有没有机会在一起？女神坦言，她的确很喜欢和马克在一起，但是如果他们俩结婚，孩子生出来之后像父亲，又矮又胖，而且鼻子特别丑，女神不能接受那样的结果。这时医院打来了一通电话，马克的母亲病危了。马克匆忙赶到医院，医生如实的转告他母亲的病情，心脏病、高血压，他很可能熬不过今晚了。听了医生的描述，母亲非常紧张，她害怕死亡，更担心自己会离开儿子。为了安抚母亲的情绪，马克决定撒一个谎。他告诉母亲，死亡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可怕，人死后会前往天堂，那里有一座大房子，所有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都会在那里等着你，你会重新变得年轻漂亮，还可以像以前一样唱歌跳舞。在那里没有痛苦的存在，你会重新见到丈夫，他会给你爱和幸福。听到儿子的描述，母亲安静地离开了人世，可他说的话却被医生和护士们听得一清二楚。第二天，马克开车回家，却发现人群已经将自己的家门围得水泄不通，人们开始疯狂追问死后存在的世界。与此同时，电视上也开始报道马克的谎言。马克焦头烂额，当你撒下一个谎的时候，就不得不用另一个谎言去圆它。女神也来到了马克的家中，询问死后的世界到底是不是真的。马克只能把跟母亲说的话又复述了一遍，
这下子女神也相信了，她让马克对着下面的人群解释。马克无奈只能发挥自己的想象力，编出一个故事。全世界的人都在等待着马克的答案。一夜过去，马克编完了，他对着外面的人群演讲，说在天上有一个人，他掌控着世界上的一切，人死后会前往另一个世界，在那个世界里，每个人都会住上大房子，但如果有人做了坏事，那他在死亡后就不能前往那些好地方。人群争先恐后的询问，到底什么样的事情才会算坏事？马克花了2个多小时来解答群众的疑问。总之就是那个天上的人会奖励做好事的，惩罚做坏事的。只要大家都做好事，那么每个人死后都会很幸福。这一番言论迅速在全世界传播，什么宇航局上天是天上人干的，天上人拯救了儿童，让老妇女活到了104岁，天上人制造了海啸，天上人成为了一切好事和坏事的根源。马克借此一跃成为了《时代周刊》的风云人物，他的身份也水涨船高，不仅结识了领导，还住进了豪宅。但马克撒的谎却越来越不受控制，由于此后就会有大房子住，每个人都开始混吃等死，身边的朋友也是如此，大家不再努力，终日酗酒。马克突然意识到，谎言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帮助的流浪汉依旧在乞讨，情侣们依旧吵个不停，这个世界并没有因为谎言的存在而变好。更糟糕的是，功成名就的他依旧没能夺得女神的芳心，女神还是介意自己的后代会像马克一样丑，她过不了自己心里的那道坎。一段时间以后，女神开始和一个高富帅约会，最重要的是，这个高富帅是马克最讨厌的那个人。马克心灰意冷，在母亲的墓前倾诉着内心的苦闷。他虽然拥有了一切，可还是开心不起来。谎言让他过上了富裕的生活，但他始终是孤身一人。马克过上颓废的生活。当女神来找他时，他已经变成了一个胡子拉碴的大叔。马克询问女神来这里的目的，女神告诉他自己快要结婚了，对方是个高富帅，他今天是来送请柬的。马克内心五味杂陈，他不想女神嫁给他人，于是拒绝了女神的要求。不过女神还是诚挚的邀请，希望马克能够来参加。朋友来劝马克，他告诉马克，现在去参加婚礼还不算晚，这是他最后的机会。马克听从了朋友的劝告，他剪去了胡子和长发，参加了女神的婚礼。在牧师宣誓的时候，他问全场人有没有人认为自己比高富帅更配当新郎。马克毫不犹豫地站出来。高富帅对着马克的外貌就是一阵讽刺。马克抛出了自己的理由，因为女神和自己在一起的时候很快乐，他跟高富帅结婚仅仅是为了生一个漂亮的孩子而已。对于高富帅，女神没有任何的感情。之后马克承认自己的一切全都是在撒谎，天上人是假的，那只不过是自己为了安慰母亲编造出来的谎言。女神不解，如果他是撒谎的，那为什么不直接编出一段话来让自己相信呢？马克回答，因为那没有任何意义，靠谎言得来的东西终究还是假的。一番话后，女神成功的回心转意，嫁给了马克。两人的婚后生活十分甜蜜，只是世界上会撒谎的不只有马克了，还有他的孩子。这部影片无形中也给女人们上了一堂课，到底什么样的男人才是他们最保险的长期饭票呢？马克用行动给出了答案，尊重女人的男人是最值得信任的。本期的故事到这啦，小伙伴们，下期见，拜拜。